教育全军，改嫁3日，全城大肃。李公，这是杨楼街。太是了。 回去吧，守护好何家老幼。着火，走。 大郎，把这些人都拖到后面的坑里，再打些水来，把地上的血冲洗干净。埋了吗？不急，这才是第一步，今夜还长。动手！
推元长见多。嗯。在。使君，某等愿为第一阵，但却要告知墙上的兄弟，莫要误想。贼人没有了剑之约束，只不过就是乌合之众，攻进来倒是不可能，但是要提防他们纵火。这便是所谓的买卖吗？这是大事，无论是冯令公还是刘令公，都不能逆势而行。桑相公与我说明了那许多，可我还是不大明白。其实桑冯诸公这10日来的作为，是在告诉契丹天子，这中原天子谁都能做，唯独杜重威和张燕则做不得。因为中原之地不需要再有第2个八皇帝。请大刀！大刀！咱们太尉的大旗还要高呢。城上有伏兵，哎，都是弓箭，最少30多张。多大一柱天才富贵，不放手了！兄弟们，上！冷静点儿！再大的富贵，你得能抓到手里才算数。如许大一座京师，能得富贵的所在不止这一处。就是。将性命送在此处，怕不是要冤死了。撤！朝廷礼制，此门只得元正日开，其余日子唯有天子车驾可入。今天距离元正还有3日，尔等当真要进？哎，纵使此门不得入，一公之事势在必行，望冯公莫要忤逆抗旨，自认祸端。金花银卷乃我朝圣物，非禁足宗亲不可得。冯公如何得来？数载之前，出使上京，有人所赠。陛下所赐，还不快快下马！尔等带着这许多兵来，欲将我家天子移驾何处？天子，请你家傅义侯暂居开封府衙，以待天子驾临。多余的话我本不当说，但是人老了，背会了，也啰嗦了，说不得要提点你们几句。李天子驾临京师之日，此天子是要驾前请罪的，此人是请不了罪的。
请官家更衣。侯爵是从三品，降沙符、通天冠，僭越了。官家恕罪，宫中实在找不到合身的三品肤色。莫再叫我官家。官家，永远是官家。邯郸旅客，一梦黄粱，以为不过是话本戏言。今日才知各种滋味。也罢了，就穿这身衣服便是。朕的黄粱饭熟了，自此天下再无大戒。去了。灵公，合成文武公卿都去了，各国使节呢？一并去了。可吴越的那个少年郎却不曾去。钱家九郎，他这是疯了吗？人要是真疯了，便不会如此了。石家的江山，跟他钱家有何干系？连汴梁自家都不及，他以吴越国的王子，又有何看不破？他今日不去，不会再生出什么事端吧？但愿不会吧。罪臣孙南重贵，恭迎温皇。温皇千万岁寿。罪妇李氏恭迎父皇，父皇千万岁寿。臣恭迎陛下，陛下千万岁寿。令公何在？启奏陛下，南朝京师内，6品以上文武悉在此恭迎陛下。朕没问谁来了，朕问的是谁没有来。太尉中书令燕国公冯道，检校司空吴越国内衙兵马都指挥使、大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称病未治。冯令公，朕是知道的。这钱弘处，朕未曾听过。吴越偏比小王，言之有辱陛下倾听。此人春秋几何？臣闻吴越王钱元冠主子，以弘字叙事，年纪应该不大。
中贵，如可知罪。孙楠神思混乱，行止悖逆，罪在不赦，夫为翁皇裁断。只要拿来劳金的话，未免太瘦了些吧。肉袒牵羊，衔璧于谶，盈于郊野，此春秋之故矣。于人君则折辱过甚，非圣学之所长。男人不耐寒，此袍与你遮风。孙楠不孝，冒渎温皇天威，前罪未论，又蒙恩赏，罪臣惶恐无地，敏感五内。朕既然封了你做傅义侯，便是赦免了你的罪责。毕竟有个祖孙的名分，你这做孙辈儿的不义，朕这做祖父的不能不仁。你又何必做此凄凉之态？难道以为朕是那苛酷雄猜之主吗？孙楠岂敢！孙楠叩谢温皇天恩。瓮城内已备好天子圣谕，恭请陛下法驾入城，正位大宁宫。蒙真，朕观汴梁东北去城10里，有水绕丘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启奏陛下，水曰曲水，丘曰赤冈。物欲何在？臣在。小邑诸部落，公帐、皮氏，冯令公乃是有大德的圣人，怕是以为咱们这些草原上的野人粗鄙，扰了他老人家的清静。既是如此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全军不得进城，今夜驻扎赤冈。是。今日之事，事关邦交，角郎，你不该任性啊！一字萧关起战臣，河黄隔断忆乡春。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人。这是前朝奈汝居士的诗。司空图一介吃碗老儒，无钱无兵，尚且不肯向朱全忠低头啊。而我吴越，纵横12军州，带甲10余万，便这样，就向契丹俯首称臣，岂不为天下人所笑？你这个比喻啊，不伦不类。后唐李家尽是实事，都是沙陀人，都是胡儿，反倒是那个朱全忠，倒是一个正经的汉人。国家大势如此，礼崩乐坏已近100年，谁还在意那么一点子胡汉之分呐？那我家七里也要向契丹俯首称臣吗？吴越与契丹自先王始修共事，数十年没有改变过。别说我等要称臣，就是先王也得面北而视之。哼，又是势大，又是势大。九郎，这是吴越国事，不是小孩子闹义气的时候。难道冯令公也是小孩子闹义气吗？这些年还是他惯着他了，这么要命的时候他却闹起脾气来了。那你去劝劝他呀，你跟他说国事如此，由不得他再肆意妄为了。唉，你们几个说来说去的尽是这些大道理。这世上的事儿若都是循着道理来，哪还有眼前这些惨事儿？侄娘，这事你不懂，不要乱插话。我是不懂，可我觉得阿娘懂。若是阿娘在此，你觉得她会怎么做？
其实我心里知道，水球公和三哥说的是对的。这是国事，国事就要循着国事的规矩、法度，容不得谁肆意任性。可我就是想不通，这天下的大事，怎么就到了这般地步？仁义没了，纲常也没了。昨日里还活得好好的人，说死就死；昨日里还是天子的人，如今牵着羊，披着发，跪在尘埃里，任人羞辱，任人踩踏。明明是通衢大道啊，路两边却堆满了人骨。那些恶贯满盈之人，封侯、拜相，权势滔天。良善之家，反倒全族被杀没了下场。水球公说这是国事，三哥也说这是国事，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什么样的国事，能叫是非都颠倒了，善恶都翻转了？狗屁国事！俊义桥街、西角楼大街这4个街口得派人把守，随时警示。我们会在俊义桥下的河道里更换衣着肤色，然后从南面的角门潜入进去。脱身的船只务必要藏好，那可是弟兄们唯一的退路，不能有半点闪失。今夜苏卫府衙的是张义军，内衙第一指挥；副指挥使叫张苗，是张太尉的远房之子。今夜当值的便是此人。衙中苏卫口令：长安天子。我们共有181名死士，对面是府衙内一个整编的指挥。动静一旦闹大，2刻之内，必有3到5个指挥来援。故而务必一击得手。站住！做什么去？杀贼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张彦泽又是谁？一个多少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，又岂能在你这条又浅又薄的小河沟里一跤跌死？国事如此，尽力而为有错吗？国事，你也配言国事？押上来！就你们10几个毛头小子，带着区区的181个人，就想着在这虎狼盘踞的京师里，在这数万甲士的护卫从中，趁夜去取一个鸡年上将、当朝太尉的首级？我看你是发烧，烧坏了脑袋！阿爹，住口！你们自左藏拖回来的那些粮船，叶下兵进城多日，满城里几千户人家都遭了劫，可他却偏偏漏掉了你的这几条船。这样的蹊跷，张太尉，一个多年的老将，他会看不明白吗？你们是当这些魏伯牙兵都瞎子吗？连你爹我的这一双眼睛都瞒不过去，还想去算计堂堂一方节帅？别说是你们这181个人，便是给你18000人，今日也只是个死字。
明日一早去给令公请罪。起来，起来！跑出门就可以回家。太尉，没人出来。盯了整整1夜，赵红英家无一人出府，清军侍卫和步军衙那边也没有动静。船呢？那几条粮船还在曹门的水门下，无人来取。罢了。白日间那个穿青色衫子的媳妇儿是谁来着？楚国夫人丁氏。今日午间之久，叫她出来陪一下。太尉，楚国夫人是皇长子的生母。此间只有傅义侯，哪里来的皇长子？令公，回来了。是。既然还活着，便做事吧。随你守卫府城10日的战没伤残之将士，尚未得抚恤；有功的将佐军卒，亦不曾褒奖。他们的妻儿子嗣、高堂老母，或许尚在，也或许罹难于兵乱。逝者已逝，他们可以歇歇了，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。令公，现在在做这些还有用吗？后生，老夫这一辈子，生于乱世，长于乱世，武不能定祸乱，文不能治太平。所行所为，大多都是无用的。有用的，无用的，终归要有人去做。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，做不做，却又是一回事。你以为这样的事当做吗？当做。当做则做。